顾良渊。我和叶凡不过是抱着睡了一觉，又没发生什么，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我拜托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你要是这个态度，我想我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石叔祖也不知中了什么邪，竟然有一个女弟子如此羞辱，给他当了几年天狗，甚至不惜散尽修为重归筑基。哎，堂堂圣地师叔祖竟然在他面前如此卑微难堪，这实在是我圣地之辱啊！瑶儿，我给你带了一株天山雪莲，对修行有好处。瑶儿，又送东西。顾良渊，你还真是不知疲倦。叶凡，怎么是你瑶儿呢？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原来我顾良渊堂堂穿越者，圣地石叔祖，竟当了梦瑶3年的天狗。为了这个绿茶婊，我散尽资源，耽误修行，就换来一顶绿帽子。你要是仅仅因为叶凡就对我实行报复，这样未免也太幼稚了。你不会以为这样我就能爱上你？你现在的模样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。放肆！放肆！又是这招，每次生气就跟我玩冷战。哼，不出3步，他必定会开口求我。检测到宿主前世记忆苏醒，激活收徒返还系统，只要是传授给徒弟相应的神通和功法，便会随机触发0倍到1万倍的返还奖励。收徒要求天赋无双的舔狗，称霸诸天，从不当舔狗开始。任务让梦瑶感到后悔，将他和叶凡彻底杀死。系统啊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站住！怎么，终于想通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？我错了。我错了，我错在高估了你的品行，低估了你的无耻。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你这种货色硬生生的捧上神坛。顾良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拿以前的恩情威胁我？我可从来没向你索取过，是你自己死皮赖脸硬要给我的。说得好。那你今天过来又想做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瑶池圣地最近在选圣女是吧？没有我的面子，你连候选名单都进不去，所以你怕了，所以假惺惺的来道歉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背后那个吸血的孟家，也慌了吧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那不妨我来提醒你。前几天我刚停了对你们孟家的攻击，于是你们连夜开会，商量着怎么让你这条狗继续回到我身边摇尾乞怜。你孟瑶，要饭就要有要饭的觉悟，我还是头一次见要饭要的如此理直气壮。石叔祖保佑，小师叔终于醒悟了吗？他不过是一个资质低下、不喜修行的废物，他什么时候知道这么多了？也罢，为了临近圣地大礼，我再给他周旋一番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离开瑶池，把你给我的一切都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他是不要我哥的，只要我表现的足够决绝，他一定会妥协的。又来这套，可惜演员还在演，观众已经乱了。走人头。师叔，你一份清单，若10日之内还不清我望清风的资源，就按照处置背叛圣地的门规处置孟泽。遵命。孟家上下凡有灵根者，少射。顾良渊，这样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宿主还有一份新手袋礼包尚未领取，现在是否领取？领取。恭喜宿主获得谪仙气质、空灵根、探测器。送客。王小姐，
请回吧。顾良渊，师叔祖的慧命，岂是你这贱人能直呼的？顾良渊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别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让我喜欢你，以后你就算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戏不用了，下一步就是收徒。可天赋无双是舔狗，这要去哪里找？哎，舔狗不是，但天赋都太差。等等，施情值为有动情之人，悟性千年一遇，天赋激活方法，不用万年周果。命格女帝，但舔狗值不够，无法收为义子。我去，金色传说呀！可惜舔狗值不够，不能直接收徒呀。系统，如果是让他爱上我，把痴情值刷满再收徒，你该当我的可行。师叔祖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那女孩叫什么？哎呀，启禀师叔祖，她呀叫做千秋，是个亡国公主，可惜啊没有灵根，加上额头有疤，所以总遭欺凌啊。把她调到我望前峰上服侍我。是。千秋啊，千秋啊，哎呀，你呀运气来了，望清风的师叔祖看上，看你可怜，说啊，要调你去望清风去侍奉。我居然有机会去圣地侍奉师叔。收徒之路任重而道远啊！要是再让我遇到合适的弟子，就是让我立刻无敌，长生不死，为愿意。奴婢拜见仙师。不过是寻常烫伤而已，回去给你找点丹药敷上，很快就好。真的吗？我还能骗你吗？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是这样的。走吧，傻丫头。好。你以后就住偏殿吧，离我近，有事更方便。无极风楚仙月拜见师叔祖。说说吧。师尊有言，师叔祖之前为情所困，让我送来秋水剑，望你能斩断情丝，重归大道。师侄啊，瑶儿她最近不小心伤了元气，求你就再赐我一颗九转还魂丹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好歹也是太上圣地的师叔祖啊，你不要脸面吗？师侄，算了算了，拿着吧。别再让我看你这副样子了。秋水剑啊，回去替我好好谢谢吕师侄。星月定然将话带到。这是辟谷丹，望清风上没有造火，你凡人之躯，先用这个顶着。他竟然还记得我是凡人，怎么会有人对我这么好？我去给你拿药。好了，看看吧。仙师再造之恩，千秋没齿难忘。从今往后，千秋这条命就是仙师的。就是帮他去个疤，这么快就发作了？来，好不容易治好，又想磕破了？
仙师怎么可以这么温柔？行了，不用你当牛做马，用心侍奉就好。瑶儿，现在事情怎么样了？他说，若10日之内还不上忘情峰的资源，他就要屠我孟家满门。瑶儿，你糊涂啊！我前面不是说，那个叶凡就不是个东西，你非不听。就是啊，那古良渊实力再不济，那也是一峰之主啊。就是，真把自己当天仙了。古良渊不要你，你啥也不是。现在好了，玩脱了吧？以前他们都捧着我，让我吊着古良渊，现在不过出了点意外，就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够了！现在不是错对的问题，而是要想办法取得古良渊的原谅。还要怎么原谅啊？瑶儿，要三娘说啊，你直接脱光了躺在床上呗。也不知道某些人怎么那么坚固，三娘手都不让碰一下。爹，你自己惹的祸，你自己解决吧。送人头，我要回瑶池，你们也要阻拦。你师父杨圣主已经传信，你和叶凡真是丢尽了他的颜面。从今日起，你被逐出瑶池了。这不可能！我师父他最疼我了，前几天他还在帮我走动圣女的事情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定又是那个古良渊，他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折服是吧？卑鄙无耻！住口！你要不是看在小师叔的面子上，杨圣主这种化神级别的大能会收你这种双灵根的废物？你和叶凡的丑事已经在瑶池传开，如果让你这样不检点的女子成为圣主候选人，不但会让杨圣蒙羞，更会让瑶池圣地都面上无光。仅仅是逐你出门，已经是给小师叔面子。良渊又是你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去，这就到火。你要修仙吗？想，但是我没有灵根。如果我能帮你觉醒灵根呢？真的？我真的可以。千秋，我欲收你为徒，助你觉醒灵根，传你忘情大道，你可愿意？徒儿拜见师尊。恭喜宿主收下第一个徒弟，初始任务已完成，奖励元婴修为。生养级的甜品吧？没想到这个奖励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我喜欢。千秋，这些功法先赠予你，不日便正式收为徒。多谢师尊厚赠。宿主传授弟子三转玄功、忘情经残卷，触发万倍返还，奖励无上功法太上忘情经。宿主传授弟子玄阶法术小庚金术，触发400倍返还，奖励天阶功法庚金剑术。宿主传授弟子玄阶法术火龙掌，触发1000倍返还，奖励小神通九龙离火掌。是竟然瞬间提升到了筑基巅峰，甚至还在爆炸，而且还瞬间遗忘了所有功法。这小感太鸡毛了！千秋啊，你先在这里等着，为师先去渡个劫啊。好，来得好！就这么点力度，给爷爷挠痒痒的。不是筑基中期，这才几天，都渡不进3级。见过掌教，见过掌教。想不到竟是小师叔在此渡劫，各位既然来了，就在此观礼一番吧。不过是个金丹拳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个3功重修的废物金丹。万师兄所言极是，想我堂堂圣地师叔祖，竟为了一个小辈散尽修为。如今这重修的金丹，品阶又能高到哪去？只怕是1转2转的货色，贻笑大方罢了。行了，不过是一个舔狗，请大姐的。
不看也罢，待我老夫炼丹。小师叔确实是把自己给耽误了。大成剑影，这不可能！这可是传说中的仙人之刺啊！漫山青梦压金河，然有也却无任何悲歌。小童作尽看了山色，忽闻有唱歌，所以站不去朝野对歌。马上走走原因，这马还是说。小师叔这9转金丹都是一日多两劫，未来的成就定然不凡。我太上圣地，征服了4场天骄，必定重现辉煌。这元婴劫要比金丹劫猛烈多倍。诸位，给小师叔护法。是。哎呀，这小师叔真深藏不露啊！竟然引动灵气化形，老夫没看错的话，这就是小神通啊！早知道有神通在身，我们还担心个屁呀！这一日破2境，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。我想小师叔这是领悟了忘情道精髓，先是入境3年，再一招斩断，大彻大悟，定然立地元婴。原来如此，亡我之前还对其格外鄙夷，现在想来，是我枉活了3000余年，心性竟然还不如小师叔。眼下收徒在即，忘情峰传承的事要尽快散播出去。小师叔顿悟元婴的事可以说，9转金丹的事，万万保密。好他妈的！妈！这小师叔，各位师侄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来到我忘情峰会，恭喜小师叔立地成鹰。小师叔渡劫动静那么大，自是把我们都吸引过来了。师侄何谓在小字上咬得那么重？告诉你，师叔啊，该大的地方可都大得很呢。师叔尽会说教，不过现已重振忘情峰，想必不日便要广收门徒了吧？只不过这忘情峰海废待兴，恐怕资源……可真说到师叔心坎里了。师叔有多难呢？刚收了个徒弟，连件像样的见面礼都给不起啊！无妨，今日起，小师叔月俸翻倍，其余6峰各出半成收益，资助忘情峰5年。师侄啊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对了，我那徒儿后天就要举办拜师礼，你们几个当师兄的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这他妈是连环套啊！连环套！你们是不知道，师叔祖根本不是舔狗，人家是在修炼失传已久的无上神功，3年为情所困，就是为了最后的一招斩情，立地元婴啊！我就说嘛，原来如此，师叔祖那等人物，怎么可能真是舔狗？这才是大智慧呀！陈梦瑶也是愚不可及，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巴烂。哼，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孟仙子吗？听说被瑶池圣地扔出来了。活该！当初把师叔祖当傻子耍，现在连条狗都不如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只是个废物。这一定是假的，是他故意放出的消息，想约我就范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顾良渊，你不是要我的身子吗？好，我给你，但你等着，等我把你重新握在手中。今天我所说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她竟如此俊美？似乎就这么给了她了，自己也不亏。清单上的东西都带来了吗？不着急，
我来是想给你看一个宝贝。你赢了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现在都给你。云以为然，难道他对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练功？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他的棋子。你还有足足3日的期限。顾良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回到从前吧，求求你。你不是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你只是认识到你拥有的一切即将失去。顾良渊，你至于这么狠心吗？我还有叶凡，听说他拜了一个神秘的师傅，他一定能帮我。顾良渊，今日之耻，他日我必百倍奉还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说是吧，宋长老？师叔明鉴，此女心性凉薄，反复无常，留之必为祸患。还有最后3日，你和宋人头他们几个给我盯死了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扮出什么花样。去调查一个名叫叶凡的杂役，切记不要让他发现，免得大错惊蛇。师叔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虽说是我找九界的，但也算是半个忘情风，到时候我想办法将你们调走，好好干，少不了你。宋人头，愿为师叔马。这就是咱们那位传奇师叔祖！天哪，一日入元婴，这等风采，简直是神仙下凡！也不知道哪个幸运儿能成为师叔祖的亲传弟子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啊！小师叔，你这忘情风今日之后要名震东周了。那就借师之吉，吉时已到，请师祖圣下。千秋何在？什么？居然是杂役房那个又黑又蠢的千秋！我没看错吧？他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，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，凭什么当师叔祖的亲传弟子？我不服！小师叔，一个凡人如何继承忘情风的传承？起来吧。别怕，师傅在。这世上有一种灵根，名为隐灵根。得此灵根者，灵根不显，神识难查。今日，我便为我徒弟开启。千秋，吃了它。宿主赐下弟子万年中果，触发万倍返还，系统奖励寿桃，寿桃使用可延寿2000年。延寿2000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整个修真界的老怪物都要坐不住了。一会儿投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师傅，我好疼啊！第一次都很疼，坚持一下，为师就有力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激活个灵根动静这么大的吗？这股气息已经远超普通灵根觉醒的范畴了。世人皆言仙子美，依我看来，不是千秋似仙子，而是仙子似千秋啊！师傅，现在的我漂亮吗？好看。
变异雷灵根，而且还能调动火灵气，这是和我师尊一样的体质。顾良师叔，你这运气真是逆天了。运气？不，这是我身为 IP 操盘手的精准投资。这些法宝皆是我早年所得，今日便赠予，希望你日后勤勉修炼，不要辜负为师的期望。谢师傅。我去，好你个小师叔，拿我的剑送你徒弟，还说是你早年所得，脸皮是真厚。我去，上来就送天阶法器，当他徒弟也太幸福了吧！把这个也给你，这些宝贝都能放进去。师傅，有你真好。宿主赐下极品天阶法器秋水剑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奖励中品灵宝第9件。宿主赐下天阶法器空间戒指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奖励中品灵宝戒指手镯。宿主赐下上品灵石5000枚，触发3倍返还，奖励15000枚上品灵石。以后有师傅在，谁都师傅，那顾良缘差点将我活活打死，此仇不报，我心难安呐。池儿，稳住心神，为师乃太乙上任长老，只要你返回宗门，必定一飞冲天。你若此时因小失大，便是自毁前程啊！叶凡，叶凡！叶凡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古良缘又欺负你了？他修成元婴了，他还逼迫我从了他，说如果不从就灭我孟家满门。他还说他要废了你的修为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修成元婴？叶凡，你不是拜了一个神秘的师傅吗？你快叫他出手，杀了他！我师傅他情况特殊，不方便出手。不方便出手？难道一定要等到我们都死了才行吗？叶凡，别再过来了，上官马雷可能有古良缘的害，快走！瑶儿，相信我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东周。他日，我一定会让古良缘付出代价的。离开？我们能去哪儿啊？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瑶儿，相信我，10年，哦不，5年，我一定会带你风风光光的杀回来。5年？5年？叶凡，你知道我这几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曾经是万众瞩目的瑶池圣女，如今却像丧家之犬一般。你还要我跟你一起亡命天涯？瑶儿，在你眼中，那些虚名比我们的将来还重要吗？那么死不要活着，我要亲眼看着古良缘付出代价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？你们要往哪儿走啊？少你急，用啥鼓动这个阵容啊？梦瑶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可惜你不但不，反而连奸夫要害我。既然如此，就休怪我无情。动手吧。住手吧！老夫白头生，与你太上圣地并无怨。你说住手就住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孙师姐，劳烦您亲自出手。师弟有心了。白头生，6000年前让你侥幸逃过一丝魂魄，如今你就受死吧！那个青年不见，这老妖婆的剑竟然到了如此地步！哼，6000年的恩怨，总算是解决了。师姐莫急，那个玉配有蹊跷。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这瞒天过海的把戏，在系统面前算个鸡毛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别傻了，我古某的大刀从来都不斩女人。还爱我，他果然还是舍不得生我。混人，你等着，今日之辱我记下。你不是说？我说我的大刀不杀女人，可是我还有一把小刀呢。面对敌人，就要让他灰飞烟灭，斩草除根。师尊所言，青丘定铭记于心。顾良渊，我师父乃是太一圣地的长老，既然敢杀我，他日太一圣地必将踏平你忘清风，让你和你的宝贝徒弟都给我陪葬。说完了。顾良渊，你既然敢杀我，就是在和整个太一圣地为敌，这个后果你承受不起。聒噪！恭喜宿主斩杀天命之子，拨乱反正，系统新任务已发放。任务，请宿主招收第2位符合条件的弟子。系统奖励：无上悟性，修为返还，功能激活。斩了叶凡，系统任务也来了，正好，趁着这收徒大典，希望能给我淘出几个好苗的。我去！斩了叶凡，系统任务来了，正好，趁着这收徒大典，希望能给我淘出几个好苗的。那个李家中品火灵根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跟我抢。万师兄，此人差也，他若愿来我天机峰，我也不会拒绝。你个臭算卦的，诚心跟我作对是吧？别吵了，你把年纪了，天天要打要杀的。我去，这个人姓名墨尘，知情值100，绝世大天狗，修为炼气8层，灵根金火水3灵根，悟性万古无一，未激活，天赋激活方法：破除奇关，大彻大悟，气运道途亨通，命格一道之尊。总结：因情所困，不得所悟。若勘破奇关，有另开一道修行体系之能。3灵根相克，资质极差，但悟性竟是万古无一，有点意思。还有一个死字了。姓名宋仙儿，知情值90，修为凡人，灵根水木，悟性仙人之姿，未激活，体质琉璃仙体，未激活，激活方法琉璃仙晶。总结：仙人转世，前世记忆暂时封存，变化琉璃仙晶，可激活琉璃仙晶。仙人转世都能用当徒弟，不错。耶，还有一个金丝灵。姓名张扬，知情值0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最终只是爱自己。修为炼气3层，灵根金木火土，悟性千年一遇，体质战天圣体，未激活，气运无限掠夺，可掠夺敌人的气运加持自己。命格世界级气运之子。好家伙，这才是今天的主菜。原来那2个都是他的配套设施。对，查一下那3人的底细，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有经历。启禀师叔，这张扬与柳霜有婚约，但柳霜嫌弃张扬天赋平庸，一心想要悔婚，而柳霜的表哥墨尘对他情根深重，这次来就是为了追杀一直纠缠柳霜的张扬。那个宋仙儿呢？回师叔，宋仙儿只是张扬的侍女。据我观察，张扬此人心机深沉，明知侍女天赋不凡，却故意隐瞒，就是怕他修为高了，自己压不住。收了张扬的死队友，再抢走他藏着的宝藏侍女，看来我跟这气运之子是杠上了。系统，世界之子能弄死吗？单杀没有可能，但随着其气运被掠夺，杀死概率会随之增加。当其气运值为负数时，可100%秒杀。就是，有点意思。既然杀不死，那就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，一点点断。
把光让你变成一个死翁。青梅啊，今天其他3个圣地是不是也是开山收徒之日啊？萧师叔，你想干什么？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咱们去其他圣地的宗门口溜达溜达。绝对不行！你想挑起4圣地大战吗？可惜了。对了，那2个我带走了。这就走了，连行刑毅力都不得了。天哪，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俊美的男子！姑娘，我乃太上圣地望清风风主顾良渊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我去，能成为师叔祖的亲传弟子，这福气也太大了。前辈，你应该搞错了。少爷说我资质很差的。怎么会？你是水木双灵根，这等天赋在我圣地也算中上了，所以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仙儿，既然仙长看中你，是你的福分，你就去吧。仙长，可否将我家少爷一同收入圣地？你以为圣地是你家呀？想进就进。你看那宗师那斑驳的灵气，怕是当个宅都够呛。降职光环开始起作用了，可惜对我没用。圣地有圣地的规矩，他资质太差，入不了我望清风。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去杂役处当个杂役。张扬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徒儿送仙儿，拜见师傅。系统任务已完成，奖励无上悟性，修为返还功能已翻番。起来吧。很好，第2倒数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多谢前辈好意，但墨尘已入玄剑宗，生是剑宗的人，死是剑宗的鬼。你那是不想离开玄剑宗吗？你那可常有双的身影。玄剑宗乃我太上圣地的附属宗，平常也多为圣地输送弟子，你这不算是背叛。不瞒前辈，玄剑宗内还有我的挚爱。圣地优秀的女子多的是，等你拜了我为师，随你挑，随你选。为何非要被一个耗死？色是刮骨钢刀，我墨尘道心坚定，此生只为一人终老。好，有骨气。宋长老，你去趟玄剑宗，请他们宗主之女柳霜先来我无极峰先住上一段时日。是。无极峰，那不是柳霜母辈西本人龙尘所在的山峰吗？这要是让他俩待在一起，那还了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我愿意拜你为师。你不是说生是玄剑宗的人，死是玄剑宗的鬼吗？弟子死后送回玄剑宗也是一样的。你不是说色是刮骨钢刀，圣地女子太多，我怕你乱了道心。哎，师傅放心，我墨尘是出了名的骨头硬，请您收下我吧。好，我就收下你。多谢师傅。恭喜副主收下第3位亲传弟子，名师之路系列任务已开启。任务1，收集8大亲传弟子，奖励指定万倍暴击卡乘3。任务2，收下50名内门弟子，奖励仙气悟大塔。指定万倍暴击卡，还有仙气，系统，你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啊！看来是时候这次师傅大人好歹招了28个内门弟子，凑起来，系统任务也完成一半了。是我来到这里，清风刚好拂过，还是说，哪怕没有我，这股清风依旧来，勇往直前。原来如此，天地与我共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恭喜宿主顿悟成功，成就天赐道体。宿主武良渊，灵根空灵根，修为元婴4重天，功法太上忘情经，
神通法术、庚金剑术、九龙灵火掌、天雷遁。物品：第9件芥子镯、寿桃。徒弟：千秋、宋仙儿、墨尘。天赐道体：天生剑道，所有道法神通一学就会。一个顿悟就获得了一个特殊体质，美滋滋呀！就是周无夫的假钻，看来兽徒还得努力呀。2个新徒弟也。此乃我忘情尊的根基，太上忘情经，你们2个好生参悟。太上忘情经，你现在要是出了这个门日，我就立刻下令，让你那表妹柳霜跟龙尘结为道侣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违抗我这个师叔祖的命令。师尊说的哪里话？你怎么怀疑弟子一片赤诚之心？我只是担心门外有人偷听，随去看一下。当你过了斩情，进入了问心之境，你就可以脱离情网。难道你对他的爱情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？我对他的爱比天高，比海深。那好，为师现在就带你们2个入门。宿主剑伤元鹦鹉成天。错，修为法门确实美丽。哇！极品天阶法器。你们大师姐当年入门的时候，我便给了她一件，你们俩当然也少不了。是师尊。赐予下品天阶法器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奖励中品灵宝第12件。赐予下品天阶法器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奖励中品灵宝第3件。12地剑一下得了2把，不错不。攻击法宝有了，这2个储物袋，桩桩是辅助法宝，也一并送你们了。多谢师尊。系统赐下非洲，触发80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上品灵宝双龙玉辇。法器有了，法术也不能少，为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多谢师尊。宿主赐下天阶法术、法相术，触发万倍暴击，返还奖励无上大神通法天象地。名称法天象地，等级无上大神通，修为最低标准元婴期，功能运转法力能使自己的身躯变得庞大无比，只要法力足够，身躯便能无限大。系统，这法天象地可以局部使用吗？哎，就是对敌的时候，拳头忽然变大，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恭喜宿主赐下天阶法术苍龙吼，触发70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哼字诀，名称哼字诀，等级大神通，修行要求炼化一缕玄黄之气，功能冷哼一声，玄黄之气从鼻腔喷出，声如响钟，震人神魂，被玄黄之气打中者，轻则神魂大损，重则魂飞魄散。这个神通还要玄黄之气，这玩意儿。恭喜宿主赐下地阶法术断金剑法，触发2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心金剑术，名称心金剑术，级别极品天阶法术，修炼要求只需法力足够即可，功能心金为阴，庚金为阳，2者合2为一，可使出更新一剑，威力更甚。本来还想着庚金剑术有些不够看，这下舒服了。天地间的雷意汇聚，这丫头终于要筑基了吧？你们大师姐要渡筑基劫了，为师去给她护法，你们自去吧。是师尊。是师尊。我的天啊，他在吸收天雷，会是师叔祖的亲传大弟子，这也太猛了。元婴入乳吗？师尊，千秋没让您失望吧？我怎么教你的？
能用法宝解决，绝不动用修为。若是伤了经脉，师傅会心疼的，知不知？师尊，您这样会把我给宠坏的。我的徒弟，我不宠谁宠？师叔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那玄剑宗的柳霜打着看望墨尘的幌子进了圣地，却跑去无极峰私会龙尘。墨尘师弟知道了，现在正堵在无极峰山门，非要和龙芷决斗。这个死舔狗，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龙尘，缩头乌龟，给我出来！抢我表妹！这个缩头乌龟！缩头乌龟！哎你给我闭嘴吧你！人家可是结丹后期，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胆汁打出来。哎，龙尘，你给我过来决斗啊！过来决斗啊！那柳霜根本不爱你，你看不明白吗？不可能！他要不喜欢我的话，怎么会来太医圣地找我？就这个破铁狗，怎么进入我墨田大脑？而得到宿主需求，系统任务已发放，帮助任意一位弟子斩情成功，系统奖励太上忘情丹丹方。这任务来的正是时候。墨尘和舔狗有什么好见？可不还有宋仙儿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，给我滚回忘情坊！仙儿，师傅，在想张扬呢？我今天去找他，我想给他一些修炼资源。他不但不领情，还凶了我一顿。他旁边还有其他人吧？哦，师傅，您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现在身份变了，不再是那个任他拿捏的婢女了。你在别人面前帮助他，让他那个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。师叔，师叔，我找到了，在游城拍卖会上会有一颗琉璃仙晶。师傅，什么是琉璃仙晶？是可以激活你琉璃仙体的宝物。为师打听了很久才打听到的消息。原来师傅为了我做了这么多，少爷在从来没来自己打算过，为何突然觉得师傅比少爷好得多？恭喜宿主帮助宋仙儿斩情成功，奖励太上忘情丹丹方。仙儿，通知你师姐和师弟。走吧，咱们进城，你们自行安排。双龙玉眼，元婴境界。等等，这位应该就是在太上圣地一夜悟道的传说天才。圣子明鉴，此人就是谷良渊。哎呀，这吕青梅还真是运气好啊，居然能得如此奇才。可是他是不是忘了，谁才是洞中真正的主人？圣子，伏龙庭在即，此时不宜与太上圣地再起冲突。冲突？哈哈哈哈哈！只有死人才不会起冲突。这青芒山下养的母大虫也有些时日了，是时候该做些什么。圣子的意思是，记得把事做得干净利一点，千万不要让天金峰的那帮老家伙算准。遵命。被人窥视的感觉。各位道友，在下北周红云宫少主，刚到幽城，初见不慎丢失，向各位道友求赠一块极品灵石，返回红云宫。自相不沉，出门在外总有难处。这块灵石给你，谢莫兄，大恩不言谢，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。没想到你还挺善良的啊！不是我善良，是我真知道他丢了东西。你看，我真捡到了一个装满灵石的储物戒。傻瓜，你被人借运了啊！你拿了人家的灵石，就要被人借走气运。这怎么办啊，师傅？这幽城修士众多，红云宫少主
肯定早已经藏起来。我们还是先找个客栈落脚吧。不瞒客官，因为拍卖会的原因，整个幽城已经没有空房了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刚推定的上房，您要吗？师傅，只剩下一间房，我们4个人怎么住啊？那当然是给你2个师姐住，我们2个大男人自己找个地方，明早在这里会合。师傅，天天这么敲，会敲傻的。我自己查地。让师尊在外面，我和师妹如何能睡得安稳？是啊，师尊，您平时待我们宛如亲子，要是让您在外面，我们宁愿不睡。这2个人啊，掌柜的，麻烦给我们2个床铺盖，我和师妹打地铺就可以。也好。师傅，千秋修为低微，只能为师傅做一些洗脚捏肩的小事，还望师傅不要嫌弃。傻瓜，你好好修炼，就是对师尊最好的回报了。师傅，我来给你捏捏肩。以前自己只是吃处，哪里想着过这种待遇啊？师傅修为高深，本不该如此沉睡，肯定是修行出了岔子。要不这样，师妹，今晚你打地铺，我守在师傅身边，以防万一。好，那有劳师姐了。被师傅抱着的感觉真好。是，是修行出了岔子，我还真信了。我把你当师姐，你却想当我师娘。这什么情况？走了，去拍卖会吧。各位道友，我是聚宝阁的首席拍卖师柳如烟。东门的死对头太医圣地也来了，看来这次得领这个。青云、地云、是青值、负十、灵根、极品火灵根，修为结带6层，悟性百年难遇，体质身具3足金乌血脉，总结太医圣地圣子，绝世天骄之一。看来各位道友前辈的心都在此次拍品之上。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上第一件拍品。第一件拍品便是这枚玄黄之器，虽然对修炼无益，却有污人神魂之能，起拍价1万极品灵石。没想到第一件物品竟是方子诀的材料。5万、10万、20万，还有人出价更高吗？恭喜这位前辈获得玄黄之气。这是第10件拍品，传闻这枚琉璃仙晶乃是开启琉璃仙体的神秘晶石，但它的另一个作用是提纯灵根，想必各位前辈都应该感兴趣。起拍价30万极品灵石。40万、50万、100万、101万。道友，我是金甲宗紫光上，此物我志在必得，给我个面子，否则区区金甲宗也敢威胁我，正好借地云的虎皮用用。
威胁我？我帝云这一生最怕的就是威胁。老姜，现在我明确告诉你，这琉璃仙晶我要再敢再次灭你满门！该死，是太一圣地的地人！恭喜前辈获得琉璃仙晶。这是为师给你们的宝物，贴身收好了。多谢师尊。尊。赐下特殊物品琉璃仙晶，触发8000倍返还，奖励悟道茶树幼苗。赐下极品天阶法器山中剑，触发3000倍返还，奖励中品灵宝冰椰紫水剑。赐下剑丸，触发2000倍返还，奖励浩然剑一代圆满。悟道茶树，这不真是血赚，这可以回家了。姓名吴江涛，修为修虚巅峰，领悟法则纯阳法则，体质小金刚体未激活，激活方法修炼体修功法，总结却执迷于炼气之道，导致体修天赋没有激活，寿元将尽。姓名李道友，修为半步合体，灵根上品火灵根，领悟法则察知法则，气运不破不立。总结渡劫失败，身上有天道伤痕，一旦恢复，修为一马平川。一个身怀小金刚体，一个身负道伤半步合体，这不是动道门的打扰吗？二位师兄，我能帮二位提升修为，二位师兄可愿入我忘情峰？师弟莫要说笑，我资质所限，炼虚已是极限。道伤虽难治，对我来说倒是不难。啊，你能看到我身上的伤？吴师兄不是资质有限，而是你根本就没有用到自己的资质。你本身具小金刚体，乃是体修奇才，却偏偏痴迷炼气之道，岂非南辕北辙？这是悟道茶树，不错，此物能治师兄道伤否？拜见峰主。就是他，杀了他！两个炼气巅峰，点子扎手，风间扯户，撤！我让你跑吗？前辈饶命！我也是受人指使，是地云，是他想要你的命。事成之后，你们约了在哪里见面？是幽城，我们去幽城找他。很好。我这困阵就是初入炼虚也能困住一时。对呀，我也见过天才越级而战，跨境杀人，可如师弟这般横跨大境界，而杀人如土狗，这可真是闻所未闻呐！看来天才不过是见师弟的门槛罢了。二位师兄过誉了，接下来还得劳烦二位师兄再出手一次。君子不报隔夜仇，既然帝云要杀我，我又岂能让他活命？师弟三思啊！若杀了帝云，太一圣主必然发放，届时会引发圣地大战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谁说是我要杀？是金甲宗紫光上人杀的帝云，跟我古良渊有何干系？好一招借刀杀人！此珠名为清混珠，有屏蔽天机之功效。此行只有我师徒4人，又谁见二位师兄？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，稍后我便带着千秋他们回望秦风，你们带上此珠。星儿，压制修为。师傅，恭
喜宿主帮助弟子戒除舔狗瘾，看上忘情丹丹方已发放。坏了，赤心之称我来了。师父，其实我本是天上仙人，可你还是我的徒弟。对，我当然是你的徒弟。师父，我上一世是被柳如烟害死的，巧的是那个拍卖师也叫柳如烟，而且还拿出了琉璃仙晶，我怀疑他就是为我而来。师父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这件事为师都放在心里，你先去闭关准备筑基。徒弟的城墙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压力有点大呀。圣子，母大虫久无音信，莫不是出了意外？王老莫要心急吗？青芒山离此地不近，耽误些时日也实属正常。倘若母大虫能将此子击杀，便是更好；如若不，也能将太上圣地搅得不得安生。哦，圣子这话怎么说？青芒山位于四大圣地的交界之处，若突然覆灭，定然会因青芒山的归属权而闹得不可开交。圣子妙计。可是，如果青芒山匪败北，他会不会将我们供出来？哼！我乃太医圣子，此地又是我太医地界，就算借他谷良渊8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乌儿，是谁？是谁杀了我？只不过我有巧多加了点，这忘情丹竟然还能炸锅！哎呦，还好前面成了2人了。师叔，据传太医圣主亲自带队，已将金甲宗彻底荡平。此为何故啊？据说棋子帝云在幽城拍卖会上与金甲宗的紫光商人产生了口角，被其暗害。为此报仇也实属正常。通过刚才的炸炉，你们有何启发？这一下子威力如何？威力堪比元婴巅峰的全力一击。方才我不过是用了区区筑基期的灵力，便有如此威力，这不比神通方面？不知在战场上丢出去个快要炸的丹炉，如此威力，岂不快哉？师叔此举可谓是开丹道之先河，此法一出，实力不济的丹修定然崛起，还请师叔为此法命名。既如此，就叫它炸弹吧。炸弹，妥帖。宿主收服50内门弟子的任务已完成，奖励悟道塔。悟道塔等等再说，先把忘情丹给墨尘来买。师傅，公图满了，我去倒一下。嗨，师傅，你给我喂什么丹药啊？墨尘痴情诀已归零，激活万古无一悟性。啊，这是悟性开始生效了吗？师叔所做的事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看他宗内无人可用，暂接他几名弟子，结果全被他挖走了。他们既然想留在忘情峰，我也强留不下。但此事还必须给我个说。师徒4人一起悟，究竟是我疯了？究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4人道，一个悟出小神通，一个连破3境，不敢想象这墨尘和谷梁师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。当初小师叔收墨尘，我还担心一个3灵根如何撑得起忘情峰传承，现在看来是我短视了。拯救说的是千秋极品天命，宋香儿琉璃仙体，就连墨尘也是悟性无双。等等，琉璃仙晶拍卖会金甲宗，
看来帝云之死果然和小师叔脱不了干系。服了！人体自带五行，何须技术灵根？不到诚意，自开一脉，万古无一啊！所以好，这墨尘自是何止平平，一脉之尊。若他日功成，我太上圣地将大兴10万年。剑气神通，这是传说中的剑气神通，说能渡过，安然无恙；若渡不过，生死道消。自古来非所谓一日复元灵，如极品天灵根弟子，现今更是师徒4人独守无道，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望清风迟早再斩太上，恢复往日风光。掌门放心，这禁忌雷劫不过堪比化神时的49天劫而已，伤不到骨梁师弟。不过此堪比化神劫，还在成。恭喜宿主赐物禁忌法，周天无相，可身化万物，欺瞒天道，躲避三灾。躲三灾，不愧是我，竟能悟出此法。青梅师侄，你怎么来了5月5，各圣主掌门要来我们太上圣地，共同商议伏龙庭事宜。总理人手不够，还请小师叔带些新弟子去枯松岭狩猎灵兽。等万宗会过后，师叔再回来。小青梅这是让我出去避风头啊！没想到他居然猜到了帝云的死因跟我有关，可我跑出去，岂不是显得很心虚？行，此事交给我吧。万宗会之前，我会把这事办好的。墨尘，如今你破而后立，你现在还爱柳霜吗？师父，那些早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如今我一朝顿悟，早就看破了一切。说起来，这还得感谢师父。如今你是武灵根，需要吸收5种灵气。不过你师父我还有点家底，就是武灵根也能把你的修为给堆到炼气大圆满。多谢师父。姓名墨尘，知情值20，修为炼气1层，灵根5，悟性万古无一，气运道途亨通，命格一道之尊。总结：勘破情关，认清道途。结丹前修为缓慢，一旦结丹，明悟前路，修为一日千里。好，为师等着你成就化神，被封道尊的。终于突破到元婴基础了，只是一场拍卖会，直接把我掏空。现在没有什么宝物赐给徒弟，我要怎么触发万倍返还系统，提升修为呢？唉，难道又要去七梅那里打秋风？啊，不行，这吃相也太难看了。系统，你确定只要这小子的气运值没耗光，就绝对不会死，对吧？是的，宿主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送人头。师叔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安排人去羞辱一下张扬，往死里揍他，他跑就尽力驱赶，有山崖就让他跳崖，或者把他赶到绝地。哦，是师叔。哎，干嘛的？两位师兄，我想见见宋仙儿，请两位师兄。你个杂役弟子，宋师叔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麻烦师兄带个话，就说我是张扬，宋仙儿见了一定会见我的。听都没听说过。宋仙儿，我来了！别叫了，别叫！放开他吧。见过师叔。哎呀，仙儿，张扬，这是在圣地，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。宋仙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张扬，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。我什么意思？我身具修行天赋，你就哄我说我没有灵根，污我修行。我不杀你，也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。从此以后，咱俩再无半点交集。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！我都主动来找你了，你不应该是主动送上修炼资源吗？把这人给我赶走，从此之后，不许他再踏入忘情峰半步。滚远点儿！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好一个宋仙儿，好一个忘情峰！今日张扬若是侥幸不死，来日必将踏平你们忘情峰！我的机会来了！这张扬掉落的地方，果然有一处神秘洞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哼，大日焚天诀，修炼至圆满，肉身堪比仙气。正愁千秋没有炼体功法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出现幻觉了吗？你们最好祈祷我会死，不然我的下场会很惨。又掉了。不是吧？这也行？这气运之子还真是强的离谱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好多零食啊，还有3套女性衣物法器，刚好我那3位徒儿一人1套。哈哈哈哈！原来我身怀特殊体质啊！只要遇到生死危机，体内灵气就会瞬间拉满，而且怎么跳崖都不会死。神灵佑我呀！哈哈哈！好东西啊！发了发了！张扬的气运值也下降，到斩杀临界值，目前击杀概率70%。多好的寻宝工具呀！这伤了也太可惜了。张扬可以通过掠夺他人气运反腐体身，只要养一养，气运值会慢慢恢复的，并且随着他修为的提升，所获得的机缘也会越来越厉害。很好，韭菜就得一茬茬割，以后多圈养几个气运之子，我还愁没东西赏给徒弟们吗？宋师侄，你这样，张扬，你这么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这样吧，给你打个赌。怎么赌？我们以1年为期，1年内你要是能成功筑基，那就能活；如若不能，你就乖乖自杀。你敢不敢赌？好，宋长老，一言为定。滚吧！等着吧，1年的时间足够我成长，你终究要为你们的狂妄付出代价。结婚了张扬几次，家里总算厚实一些。不过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浪费，要赶紧赠与徒弟啊！未读补良渊，修为元婴7重天，功法太上忘情经，大日焚天诀，物品第9、第3、第12，芥子镯、双龙玉辇、寿桃，徒弟千秋、宋仙儿、墨尘，未完成任务8大亲传。拜见师尊。徒弟们，在外修行这么久，储物戒指
应该已经没有余粮了吧？怎么会呢，师傅？对，师傅说的对，弟子也没有余粮了。今天为师就送你们3件防御法器。这是3件天阶极品战衣，可以抵挡金丹巅峰者全力一击。多谢师尊。师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为师觉得这个颜色给你正合适。三师弟，要不试试？我莫尘就是死外边，从这里跳下去也绝不会穿这件衣服。宿主刺下洪荒拳，触发6000倍返还，奖励上品灵宝无尘衣。丁，宿主刺下疏云流仙拳，触发3000倍返还，奖励不磨灭的裤衩。丁，宿主刺下小粉裙，触发900倍返还，奖励下品灵宝毒月坠。不错，总算还有件像样的衣服。秋儿，为师这里还有一件东西。秋儿，此功是一门专门炼体的9转玄。说的我吧，边神的上界也是凤凰连甲，师尊竟如此轻易就手给了大师姐。大日焚天，我好像悟了，又来，你不要过来呀！师尊和三师弟一起悟了。我猎气5层了！恭喜宿主自悟天阶法术焚天逐海。秋儿，接着，此乃真龙之血，为炼体无上宝药，可助你修炼神功。这些都给你。师尊，宿主刺下9转玄功，触发1000倍返还，奖励仙功日月琉璃身。宿主刺下真龙之血，触发800倍返还，奖励800滴真龙之血。宿主刺下焚天逐海，触发3000倍返还，奖励火之法则。宿主刺下3柄天阶飞剑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奖励第2、第4、第10剑。仙儿，这个你拿着，还有这个。臭小子，这些是给你的。宿主刺下下品灵宝血极剑，触发10000倍返还，奖励极品仙器9杀剑。宿主刺下3柄天阶飞剑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第5、第6、第7剑、第8剑。宿主刺下下品灵宝山河印，触发10倍返还，奖励9龙印。莫尘这小子脸是真黑，好在12地界里得11，只差1柄便能集齐套装。此次枯松岭之行，目的只有一个。你们之中有人或许会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妖兽，一定不要怂，高举双手，鼓足法力，痛斥他们。我明白了，师叔是教我们用虚张声势。错，是让你们死得更有尊严一些。这我贼翻的材料来的可真容易啊！真正遇到强敌，能跑多远则跑多远。记住了，命是自己的。出发！10天了，终于等到你出门了。你有证据证明我儿是谷良渊所杀？目前没有，但我敢肯定，他身上一定有遮蔽天机的法宝。圣主您想，当初那气运之子叶凡死得何其蹊跷，如今地云少主又……这接二连三的意外都指向了谷良渊一人。好，若真如你所言，
本座定帮你把他宋仙儿给杀了。但此事还需等星逸回来再说。那如烟就静候佳音。宋仙儿，你以为转世到这一世，待古良渊一死，我看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，切记活动范围不得超过50人。气运之子嘛，哪有听话？你不乱跑，我的快递送不上门。既然是炼虚巅峰，你不是说望清风修为最高才元婴期吗？有炼虚巅峰的人守护，想杀古良渊肯定是不可能的。谁敢在太上圣地放肆？姓名李心逸，修为炼虚5层，法则奇之法则，灵根烽火双灵根，悟性绝世怪才。总结：奇痴，好奇如命，喜好赌博，奇品无双，愿赌服输。绝世怪才，这不就是座上门的人才吗？察觉到宿主动念，系统任务已发放。任务名称：发展忘情风。任务内容：集齐5名不低于炼虚修为的太上长老。任务奖励：升级探查术2.0。姓名：林霜，修为合体初期，灵根极品冰灵根，法则冰之法则，悟性百年难遇，气运极佳。总结：中州林家嫡女，如今的君家未亡人。一个寡妇，还是古良道友，我叫林霜，乃君家当家主母。听闻传承在线，我便带犬子过来，看看他是否有福气做道友的徒弟。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，就顺势出手。此人我已经封了封印，该如何处置，全凭道友发落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道友出手相助。不过，我收徒极为苛刻，否入门还需看令郎的造化。你是君傲之的娘？君傲之名气很大吗？中州4大败家子，他排第1，曾为青楼女子豪掷3个极品灵石矿。让道友见笑了，为博那妖女一笑，我那逆子竟然将镇族仙器给卖了。短短1年之内，偌大的君家居然被他败掉了1/5。我去，还是可君小了。就我这个身家，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我望清风什么时候也能如此啊？道友这里还有要事相商，我便不在这里多打扰了。改日道友回封，我必登门详谈。告辞。好家伙，合着我这专治舔狗的名声都传到中州去了。哼，你的机缘是我的了。李师兄，去给我看好这个张扬，他有什么机缘，都给我抢过来。是。就出个门，还随身带着2个炼虚巅峰的保镖，他竟惜命至此，就是帝天亲至，怕也奈何不了他吧？哼，你们杀了我吧，我半点消息都不会透露的。透露？难不成是有人派你过来的？让我想想，能让你这种炼虚巅峰的强者卖命的人，身份一定不简单。我古良渊自问没得罪过什么大人，除了爱一圣地帝天。这古良渊是如何猜到？罢了，看在你是个骑士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与你赌一局棋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去我望清风做太上长老；如果你赢了，我就会放你离开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若论棋道，我李心逸在这东州之内还从未败过。哼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国手。我输了。
跟我回望清风吧，我期待你赢我的那天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祈祷圣地，我苦寻千年的瓶颈，竟在此刻豁然开朗。今后世间再无太一圣地李兴义，只有望清风骑痴。拜见风主。那么可以告诉我，帝田是如何找到我？是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跟帝田说的。柳如烟吗？师叔，大部分弟子已经回来了。那个张扬没什么机遇，我还得了一只龙驹。师侄辛苦了，咱们也该抓紧回去。您放开我，我不要拜师，我要见小红，活主救我！师叔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痛素。姓名君傲之，痴情值100加20，血脉魔神血脉，未激活，命格贵人相助，激活血脉方法一滴魔神之血。总结一个容易误入歧途的绝世天骄。120的痴情值，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君傲之痴情值本已拉满，又被人下了痴情咒，额外附加20点，此咒无解，除非杀死施咒之人。这下棘手了。不过这小子身负魔神血脉，这可是个好苗子啊！谷梁道友，你看犬子可有资格做你的徒弟？这徒弟我收下了。我不拜师，谁拜师拜？放肆！犬子顽劣，还望道友多担待。无妨，他只是中了痴情咒，身不由己。痴情咒？我既然认得，自然有责任。不过，我还要请夫人为我寻医。道友请讲。寻遍修真界，我也为你寻来。魔神之血，我还以为什么稀罕物呢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哼！道友，这是犬子的拜师礼，以后犬子全凭道友管教了。夫人有心了，令郎就交给我吧。孽子，还不快快拜师！放开我！我不拜师，我要去庄庄，我要见小红。你，夫人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有管教他的办法。夫人在这儿看着，我怕您心疼。哦，这就交给道友了。告辞。小子，识相的就把我给放了，得罪了我，你没有好果子吃。不敬师长，该打！你敢打我，你死定！阿弥陀佛，贫道不善言辞，但我喜欢以德服人。你刚刚是想说桀骜不驯？当初的墨尘也是这个东西，不还是被我拿捏的死死？徒儿君要知，拜见师尊。这是我望清风的传承功法，你先练着。切，什么破功法能比得上君家的心？这功法竟能壮大神魂，若是修至第3层，威力岂不是远超仙功？我得努力将其掌握，到时候好传给小红。把这个吃了，有助你修炼。姓名君傲之，痴情值0加20。君傲之是情种未除，所以忘情丹是能起到压制的作用。看来必须得破了那痴情咒才行。跟我讲讲你跟小红的故事呗。所以我和她是真爱。真爱？是道理吗？不是。他说过喜欢你？没有。你牵过人家手吗？所以啊，合着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故事，这分明就是你一个人的舔狗故事。我不是舔狗。舔狗做到你这个份上也是前无古人了。算了，你是不是舔狗跟我没关系。这是大日焚天诀，九转炼体玄功，你拿去好好修炼。九转玄功，他竟然把这种至宝给了我。好好修炼，等你灵智元婴，我就放你回中州。师傅，以我双灵根的天赋，想修炼到元婴，至少也得100年。那会儿
小红早把我给忘了。谁说你只是双灵根天赋了？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没道理啊！我们丁家祖上没听说过有魔神先祖啊，倒是隔壁王家有着魔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验过血脉的，我不可能是外家血脉。你是君家和王家两家结合所生？绝不可能！那这样，我们两个打个赌。如果你身上有魔神血脉，就跟着我修行；如果你没有魔神血脉的话，立马放你中州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名称12地剑，等级合一为极品灵宝，作用可布下子午剑阵，杀伐无数，困敌无形。以宿主如今实力，可战化神中后期。加上君傲之的系统返还，终于集齐了12地剑。这下有了子午剑阵，就算是化神中期，我也动手不动。不错，师尊。千秋的剑术已入化境，不枉为师苦心栽培。这是为师为你寻得龙驹，还有10滴真龙之血，助你修炼肉身。多谢师尊。师尊，最近弟子在修炼肉身时，灵气总是乱跑，我怕走火入魔。不如下次沐浴龙血时，师尊为我护法吧。这小妮子该不会骗我吧？这没听说有因为吸收真龙之血而走火入魔的仙人。好不好嘛？这事儿怎么劳烦师尊出手呢？下次师姐需要练功，我为师姐护法便是。仙儿帮你护法便是，何况男女有别。那就依师父所言。为师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你们2人好生修炼。退下吧。师妹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师姐这是什么话？我为师姐护法，难道还做错了不成？那就不劳烦师妹费心了。你还是多想想你的张扬少爷吧，我还要修炼，就不送师妹了。徒弟们都成长起来了，也是时候让弟子们出去历练。察觉到宿主动念，系统任务已发放。任务名称：闯荡江湖初体验。任务内容：让自己的徒儿们都完成一个宗门任务。任务奖励：大成期体验卡1张，10分钟。哈哈，戏子，你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呀！姓名：东方恒，知情值80，修为筑基1层。灵根：风雷变异双灵根，悟性500年一遇，道心文心剑胆，诗文配剑术，有仙剑潜质，气运大吉而有小凶，命格万年老二。总结：这样的弟子往往作为气运之子的背景板出现，天赋不够，无法被收为弟子。天赋不够吗？系统，如果我用资源生生将他堆出金色面板，是否可以收为弟子？我看你性格坚毅，日后好好努力，说不定也有成为亲传弟子的机会。这是小菩提丹，你且服下，可以帮你改善资质。是，师祖。东方恒悟性从500年一遇提升到了520年一遇。多谢师叔祖。圣主，李欣一多日没有回信，他是已经死在古良渊手中，也没有必要再等了。要是有证据，就立马鞭打太上圣地，让李欣妮把古良渊交出来。如今空口白牙，人家那法国才有胆子。伏龙亭在即，此时开战，得不偿失啊！
李兴义最近被我派去太上圣地，你们去查查看是怎么回事，顺便把谷良渊给我杀了。哈哈哈哈！难怪这几日见不到他了，这事就交给我们兄弟了。等谷良渊一死，宋仙儿你的死期也就到了。还跟我打赌，我人都跑了，你还拿什么验证我有没有魔神血脉？坏人，你卖了殷哥哥，现在又要卖我！闭嘴！再哭把你卖了！我那是演戏给我娘看的，懂吗？现在带我出去。可是万一有人不同意呢？我看谁不同意，那就让他尝尝我手中以德服人的厉害。我倒想见识见识，是谁更胜一筹。师傅。仙气，不错，为师先替你保管，等你什么时候结成金丹了，我再还你。我靠，我的底牌啊！来吧，我的好徒儿，让为师看看你是怎么个以德服人法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跑了，师傅，对不起。有了这悟道塔，我忘情峰的底蕴将远超其他6峰。悟道拜见主人。说说吧，你的功能。本塔共9层，对应修仙9境，每层皆有悟道碑，可助人领悟神通。最高层时间流速为外界4倍。4倍时间流速虽然会消耗寿元，但对弟子来说也是逆天改命的机会。青梅，我偶然得到仙气悟道塔，可以辅助修炼，你带长老们过来试试效果。这悟道塔连圣地史都没记载其中，忘情峰藏得够深的。这忘情峰毕竟曾经作为主峰，有点底蕴也是正常的。孙师叔，你突破至大成了？这还得多亏你师叔帮我了却了我的心结，希望他这次能成功度过化神期，定能带领我太上圣地重返中州。我相信他。你们修为进步不小，应该需要适当历练一下。今日南玄门附近有魔宗出没，为师派你们前去降服。出山，太好了，我的紫妍要回来了。记住，出门在外，人心险恶，与人发生冲突，杀人灭口，挫骨扬灰，一条龙即可。一条龙。是，谢谢师傅教诲。你说我们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要不直接潜进去吧？你想死自己去，别拉上我。瞧瞧，这不就等来人了吗？这几个是谷良渊的弟子，我们只要把这几个小的抓住，还怕谷良渊不现实吗？啊，道理，我们就在后面跟着，等他们。二位，你们是要找我吗？谷良渊，我们只是路过。姓名吴老八，天蚕2老之一，修为炼虚巅峰，法则赌之法则。总结：好赌成性的赌鬼，愿赌服输，和其赤因赌结缘，交情颇深。姓名孙老九，天蚕2老之一，修为炼虚巅峰，法则赌之法则。总结：好赌成性的赌鬼，愿赌服输，和其赤因赌结缘，交情颇深。可是这样人也是地田派来的，我这正愁着探查术2.0的任务还差2人了呢，这下长老团不就齐了吗？想来二位就是天蚕2老吧？怎么，你听说过我们？略有耳闻，听说二位非常好赌。嗨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现在我们已经戒了。哦，已经戒了？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好啊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赌赢了，我放你们走；赌输了，就来我忘情峰为我做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们戒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赌？我们就赌，他们2个人一剑下去，你们会不会死？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愿赌服输。恭喜宿主收集5名太上长老的任务已完成，奖励探查术2.0版本，觉醒忠诚值词条。系统查看忠诚度。吴老八，忠诚值60。好了。自然四重机器了。4位道友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宗内已备好灵药，吃饱喝足之后，4位就可以回去了。哟，怎么个意思啊，老头？瞧不起我们？我们圣地的筑基能跟你们一样吗？越级而战早已是家常便饭了。
哦，道友有此神能？我没有，可是我2位师姐有。敢问2位仙子师承？家师谷良渊。哦，原来是谷良峰主亲传弟子。失敬失敬，快里边请。说，把我们骗来，究竟有什么阴谋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圣地弟子下手啊！凭什么认定我们会帮你？古峰主护图狂魔的口号都传开了，我想着只要你们来了，就算打不过的魔头，就算受了委屈，你们师父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就这么把他杀了，不好吧？毕竟是副师所。不用杀他，我有一法可消人记忆，待会儿给他喂点药，咱们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好主意。刚刚怎么晕过去？家师谷良渊特来帮南玄宗主除魔。啊，原来是忘情峰。实不相瞒，那魅魔不但极善幻术，而且修为提升极快，如今至少已是结丹境了。杀了他不难，难的是怎么找到他。这有何难？我有一术专寻魔迹。找到了，跟上。本座的炼魔大阵布置的如何了？少主今日便要前来巡查，若是出了什么纰漏，回禀魔尊，炼魔大阵已然建成。我越国700万百姓尽在阵中。行了，收起你那点可怜的慈悲心吧。想想此事一成，你便能褪去凡胎，成就人魔之躯，正式踏上长生仙路。我真的能？不但能，在少主的指引下，你将拥有800年寿元。800年，好好想想，是做100年后的一抔黄土，还是逍遥800年的活神仙？800年，朕明白了，朕这就去准备宫宴，恭迎少主大驾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顺便再给本座多找些女人来。是。这世间竟有如此绝色，看来今天本座有口福了。小南娘，让本座香一个吧。你找人进去。敬酒不吃罚酒。面子没有命重要。对，就是这个调调。女人算什么？你才是本宗的菜呀！我去，遇到个弯的。探查术，名称炼魔阵阵基，作用组成炼魔阵。炼魔阵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阵法。老吴啊，你记着，回头将这事儿告诉青梅一声，让他派人查查。啊，是风若。小娘子，你越反抗，我越激动。不错，配合默契，杀伐倒是没给我忘情峰的脸。系统任务：闯荡江湖初体验已完成，大乘期体验卡已发放。是谁坏了本座的炼魔阵？探查术：姓名萝莉，种族魔族，来历魔帝罗魔之子，修为魔将巅峰，元婴巅峰，悟性800年一遇，功法藏天经。魔帝之子，魔将巅峰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去，我上辈子究竟欠忘情峰多大的人情啊！我这里有个小唐的符，你们都聚过来，兴许能保命。师父，魔头，休要伤我徒儿。谷良渊是吧？没想到失了传承的忘情峰还能遇到你这号人物，真是难得呀。萝莉是魔神之子，你胆子也够大的，还敢光明正大的来我们人族的地盘，就是在魔族中也没几个知道他的存在，他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察觉到宿主动念，系统任务已发放，星火传承。
任务内容：找回忘情风曾经的传承。任务奖励：法则之力，觉醒视力返还功能。既然你认出了我，那就更由你不得了，给我死！反化石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成就原因还不到半年。住手！快放开少主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同门元婴巅峰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我可是能越级而战的无上天骄！再废话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杀我！你和你这些徒子徒孙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！你现在一定很疼吧？现在知道怕了，赶紧放开我！本少主还能……死了就不找死！找死！杀了他，给少主报仇！呀！师父，能将我逼到如此境界，看来你也绝非等闲之辈。不过也就仅此而已。终究还是要用掉大战几天吧。你好，谷梁道友，没想到又在这种场景见面了。真有缘分啊！道友2次救我于危难。道友胸有成竹，哪怕无需我出手，也完全能够解决当下困境。道友快2界斩敌，神通当真是了不得。他日一招化神，怕是7风之内再无敌手。确实是好神通，尤其是硬扛大力魔王那一阵，还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啊，是吧，大姐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这位仙子是？她是我的三妹，傲枝的亲小姨林露。不知林仙子来此寻我所为何事？这是道友托我寻的魔神之血，我给带来了。此事涉及傲枝血脉。古道友，现在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了吧？关于魔神血脉的事，你可知晓？拥有此种血脉的人，一旦被觉醒，修行灵气的同时，还能吸收魔气。拥有此种血脉的人，在上古时期一直被人族所敌视的，直到后面有一个叫王拜的修士，拥有此种血脉，横空出世，而这个王拜正是中原王家的先祖。不过，我有些不明白的是，怎么君傲之身为君家嫡子，怎么会有王家血脉？不瞒道友，傲枝并非我亲生。哦，傲枝乃是他父亲与王家庶女所生，我与他父亲不过是家族联姻，有夫妻之名，却并无夫妻之实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后来，傲枝他父亲和那王家庶女死在了一场恶战之中，我便将傲枝接到圣地，视如己出，也算全了君家的颜面。此事道友万万要为我保密。夫人高义。对了，上次道友在枯松岭遗落一方丝帕，今日正好物归原主。当时那坟山老人说，第一个取我丝帕之人便是我的正缘，难道？多谢道友，此物对我很重要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儿？傲枝要是问起他的身世，我该如何作答？何须解释啊？就说君家祖上与王家有联姻，傲枝不过是觉醒隔代血脉罢了。道友好主意。哎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客气。一家人。大姐，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好事？就得胡说。这林霜，你们这次从头到尾的表现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南玄宗之事，太让我失望了。难道是南玄宗主够壮？你们错在不够霸气。消除了记忆，为什么不换掉沾血的衣服？区区魅魔，为何不暗中前行，一击毙命？漏洞，全是漏洞。师傅这思路果然与众不同。姜还是老的辣。罢了，这次就算了。君傲之留下来，你们3个给我去悟道塔里好好磨练一番，争取在万宗大会上给为师长长脸。是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凡事往好的地方想想。
虽然你这次逃跑失败，但你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啊！啊，师傅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服了还不行吗？我再也不跑了。开窍了就好，拿来吧。拿什么？你小姨给你的破阵符。小姨明明在上面刻了隐匿符，这你都能看得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开挂的，探查术之下，万物信息尽收眼底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过来，为师给你激活魔神血板。顾良渊，你以为收了我的破阵符就万无一失了？任你狡猾如狐，也想不到我真正的底牌会藏在别人身上吧？东西还给我！干嘛呢？东西呢？嗨，乖徒儿，是在整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师傅，我就出来溜达溜达的。那个，我这就回去修炼了。封主，吴师兄，你体质特殊，曾在九转炼体玄功大刃焚天诀，拿去修炼吧。多谢封主厚赐。二位长老莫急，只要尽心为我忘情峰办事，咱们人人都有机会。我等定为封主马首是瞻。这个爱情法那是相当不堪。成了！成了！成了！炸弹一道成了！见过师叔，炸弹成了。我们研究出能封印爆炸时间的一诀，有了此物，2年半后的伏龙庭，我们胜算大增啊！不错，这次记你头功，不过你要切记，在伏龙庭之前切莫声张。师叔放心，我晓得。哼，还有老鼠。师叔。姓名王峰，身份太一圣地卧底，现任太一圣地外门大长老，修为化神初期。总结：太一圣地插入太上圣地的卧底。好你个地铁，还没完了是吧？千里传音吗？我倒要看看写的什么。糟了，传音被劫，这要是让太一圣地的人知道了，如烟可就危险了。看来不是密封阵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必须立刻禀报圣主。哼，还挺谨慎的。先让你们狗咬狗，等我疼。启禀圣主，天才二老和骑蛇长老都归顺着忘情峰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太一圣地的人都这么没用吗？看来想杀宋仙儿，还得靠我自己。叶圣主，看来你的人解决不了古良渊，如烟就不多留了。宋仙儿的事我自己解决，告辞。王峰，你疯了！圣主，请看。如烟，3个长老已经够了，送多了怕会引起帝天的怀疑。为了你的安全，送回忘情峰。好，真是好手段！趁我痛失爱子，如此算计于我。应如烟，顾良渊，给我死来！顾良渊，你好狠的算计，看来这具身体是保不住了。仙气，原来如此。好你个顾良渊，传我命令，万宗会上遇到忘情谷弟子，杀无赦！忘情峰的化神劫果然有谋，最后9道天雷的威，甚至堪比炼虚境，甚至还会引来新魔劫。就连太上长老施展受界天机之术来问天，只说出一个魔字，看来与魔族脱不了干系。而且传承丢失，
亦是魔族围攻所致。看来这后面有更大的局。度化神劫，没想到我真的激活了心魔2期，这怎么拜个师还拜出一桩伦理案来？师傅，我到底是不是我娘亲生的？胡思乱想什么啊！你娘若不是为了你，何必守寡至今？4大家族祖上联姻不断，有点隐藏血脉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呀，孙家那小子不也觉醒了张家的战天圣体吗？张家的战天圣体，张莹那小子不就是战天圣体吗？师傅，为了早日修成元婴，见到小猴，弟子这就去修行。我也要闭关准备一番了。肉食修为元婴巅峰，这只是化神级的。拜见师尊。不错，大家修为都有精进。万宗会在即，为师再赐你们几件宝物防身。这是为师亲手炼制的五贼幡，可孕养今生，潜力无穷。你们好生寓意。能进阶的法宝，这怕是比仙器还要珍贵。这是为师为你们准备的保命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切莫动。谢师尊恩赐，宿主赐下地阶五贼幡，触发50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中品灵宝五贼幡。宿主赐下化神一击，触发5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炼虚初期一击。宿主赐下炼虚一击，触发3倍返还，返还奖励炼虚3级。宿主赐下合体一击，触发3000倍返还，返还奖励伪仙一击。还好找李青梅要了合体一击，现在有伪仙一击这4年运。且取3000苦，修得不老心。3000苦，不老心。我好像悟了，走了，我得跑。师妹，你们太上圣地真是人才济济，不像我们瑶池阴盛阳衰。师姐说笑了。小师叔，这位便是谷梁师叔吧？果然闻名不如见面。青梅，快，我化神节要到了，最迟半个时辰。谷梁师叔，如今万宗齐聚，鱼龙混杂，这个时机渡劫太凶险了。元婴巅峰，他不是才突破元婴1到半年？我也控制不了啊！顿悟这个东西，可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师叔，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吧。好，有师叔这句话，我便放心了。掌教三省玉女，所谓何事？师叔师兄，谷师叔要渡化神劫了。唉，2000余年了，忘情峰的化神劫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再闯一次。现在没时间感慨了，谷梁师叔的化神劫随时可能落下。速去接令，布下太上不败阵，为谷梁师叔护法。待会儿渡劫之时，无论是谁，只要靠近劫林10里之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人群中的那个曹长老有些不正常，我觉得他是太医圣地的卧底，待会儿不动声色的躲之。王方长老来太上圣地1000多年了，怎么可能是卧底？也许是输多一。不成想，时隔这么多年，忘情峰竟然还有人敢度化神劫！固步自封不可取，总得想办法突破，不是？大狱总之下，任君自在，今日必死无疑。我早就听说过谷梁道友的名声，这化神劫别人渡不得，我看他却能渡的。那就多谢渡厄圣主吉言了。青梅，看这劫云声势，比寻常化神境要强了10倍不止啊！所有人后退20里。来了。不疯了吗？竟然要用肉身硬扛天雷！不，你看他身上的宝光，那是炼体修为达到炼藏巅峰的标志。炼藏巅峰那是什么境界啊？炼藏巅峰意味着他的肉身已经堪比极品天阶法器。没想到这谷梁渊走的是体法双修的路子。他不是几个月前才渡的元婴劫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短短几个月，
他的修为来到元婴巅峰不说，还顺便练个体啊！这便是天才，我等凡人无法揣度。受不了了，长得那么好就算了，修行还那么厉害。你说我现在退出宫门，拜到忘情峰门下，还来得及吗？省了什么你？也不看看忘情峰说的都是什么妖孽，别再。名称：气运金龙，来历：忘情峰气运所化，状态：被大运锁和天道锁链镇压，濒临溃散。名称：大运锁，来历：仙界古老秘术，作用：锁一风气运，反哺施术之人。名称：天道锁链，作用：加固气运锁，并欺骗天道，将渡劫者误判为绝世大枭。锁气运，混金龙，欺天道，好歹毒妻子！原来这才是忘情峰的诅咒。系统，这大运锁怎么破？宿主成功化神，天道变身感应，天道锁链会自行崩溃，运锁也会因此削弱。想要彻底破解，需发展忘情峰，让气运金龙重新壮大，自己挣脱，或者找到施术者反用此术，即可破解。破除大运锁之后，就从化神劫开始吧。多谢各位道友赠宝。给我破！又有3道前来，小师叔千万要顶住！不行，不能再这么下去。王公准备动手，就是暴怒，必须杀他。师弟，早就料到你会动手，哼！沙长老半天没有动静，估计已经失神。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破开大运锁吗？不甘心呐！化神2重境，他渡个劫，竟一次破了2个小境界。恭喜宿主获得天赐神通先天神谋，神通先天神谋，名称先天神谋，等级本命神通，随着修为的提升而提升，来历天道所赐，作用看破世间一切虚妄，直指本源。这波灵气只够肉身突破，修为没有进。宿主谷良渊，灵根空灵根，悟性无上，体质天赐道体，修为化神2重天，肉身化神3重天，法则水火，身份太上圣地忘情峰之主，功法太上忘情经，日月琉璃身，神通法术先天神谋，周天无相，天罗地网，九龙离火掌，哼字诀，物品九杀剑，悟道塔12地剑，天剑一把，五贼幡，双龙玉辇，九龙印，芥子镯，寿桃，灵宠，龙驹，徒弟千秋，宋仙儿，墨尘，君傲之，未完成任务，8大亲传，星火传承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谷良渊，连虚伪一都懒得装了上。不负所托，诸位，吴某刚刚突破，境界尚需巩固，先走一步。谷良渊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宝贝徒弟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。到时，你说大运锁出问题了？回陛下，大运锁确实出现了裂缝，大魔的气运金龙已然受损，幸亏国师出手裁没，酿成大祸。他怎么受损的？回陛下，具体原因得问过帝天才能知晓，但由气运金龙的反噬情况推断，应是东周太上圣地有绝世天骄强行度过了被锁定的化神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看来天不绝他太上教啊。不过绝世天骄杀起来才更有意思，是吧，洪州？陛下说的是。传朕旨意，2年半之后，命那几家小子下东周，协助帝天扶龙庭，告诉他们谁表现的最优异，朕便将玉锁公主嫁给谁。陛下妙计，这驱虎吞狼之计，无论他们谁胜谁负，太上圣地与那几大世家都将势同水火，届时陛下坐收渔利即可。
朕的心思你是不是一眼就看破了，还故意说出来拍朕马屁？老奴惶恐，老奴哪有这个脑子？陛下说出来了，才能琢磨点味儿来。行了，你也别在这里糊弄朕了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记住，破了大运所的人，必须得死。老奴领旨。李道友啊，拜见封主，辛苦李长老了。这悟道茶树长势喜人，不出3月便可采摘。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封主。星火传承任务奖励的返还势力功能，得尽快拿到手才行。等自己得到奖励之后，再让李道友突破，才更有性价比的。东方恒，他怎么跑出圣？贤侄啊，感情这种事真是强求不得呀。秦叔，当初您亲口许诺，只要我能成为太上内门弟子，东方恒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小林，我爱你这件事和你无关。哼，别白日做梦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已心有所属，是太一圣地的李哲师兄。你想和我发生的一切，我都和他经历过了。如果我也能成为亲传弟子，你别说亲传，你就是成为圣主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我不许你用你的身份来侮辱我和李师兄纯洁的爱情。仙师妹说得好。李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听到你刚刚的那番肺腑之言呢？讨厌！小子，看完了就赶紧滚，别在这儿自讨没趣。东方恒，还不快滚！非要老夫动手不成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跟我们李师兄抢女人，你配吗？师兄，他好像是忘情峰的弟子。忘情峰？就是那个废物峰吗？师兄，你刚出关可能有所不知，这忘情峰不比之前了。他师父古良渊更是打破了忘情峰的诅咒，成功化神。什么古良不古良的，我背后也不是没有师傅，我倒要看看杀了他能。好俊的男子，你是何人？为师说过，忘情峰弟子，外人不可欺辱。峰主，喝了他。东方恒悟性升级为金色，达到收徒标准。我欲收你为徒，你意下如何？弟子东方恒拜见师尊。听说你专杀我忘情峰的人。施主救我！顾良渊，你敢！顾良渊，你找死吗？于青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帝天，这话我倒要问你。我这弟子来见青梅竹马，你太一圣地的人要横刀夺爱是吗？还扬言要杀尽我忘情峰弟子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这也不是你杀我太一圣地弟子的理由吧？凡伤我徒者，穷尽9天10地，我必杀之。顾良渊，你太狂了！难道你就不怕引发2大圣地开战吗？好啊，2大圣地即刻开战，不死不休。你敢吗？你敢吗？2位小小伙计，卖老朽一个面子。天意老人？什么老人不老人啊？你算哪棵葱？李天道友，你看我现在……莫要冲动，这天意老人不好使，莫帝还有任务安排于你，不要因此坏了莫帝的大事。看在前辈的面子上，饶你这一回。告辞。探查术。天意老人修为渡劫境，游历至此，感知到宿主身上有他的机缘，故而停步。前辈，不如在我太上圣地暂住一段时日。有意思。老朽正有此意。前辈，我这里还有事没处理完，
就由你安排前辈赞助吧。前辈，请。恒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其实我心里一直爱的都是你啊，都是李哲逼我的。亲吻佳人，奈何为贼。多谢师尊助我斩情。这东方侯心性不错，倒是比君药之和墨尘靠谱。帝天见过车大人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心中不爽，但为了莫帝的计划，必须要忍。可是谷良渊他……行了，你也无需等待太久。伏龙庭之时，莫帝会派中州的天骄来助你。太上教贼心不死，想借伏龙庭之机重建运朝，一飞冲天。可惜莫帝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。好好为莫帝办事，我答应你，伏龙庭结束之前，谷良渊必死，而你们太医圣地也未尝不能借此事一统东周。帝天，谢陛下，愿杀人夺宝，果然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啊！看看这魔帝之子有什么宝贝。恭喜宿主找回2成忘情风传承，杀之法则已发放。哎，这萝莉真是我的送财童子呀！师叔祖，师尊请您去无极峰议事。好师姐，几天不见，让师妹瞧瞧发育的怎么样了。别闹了，青梅，你不是要请小师叔议事吗？我这偏殿啊，和无极峰大阵连在一起，无论是隐秘性还是安全性，都是没得说。放心好了，小娘子，你就从容吧。我受不了了，青梅，你太饥渴了。小娘子，我来了。太上功法和瑶池仙法相辅相成，当真玄妙啊！想来你我二派开脉祖师，定然也关系匪浅。双修一场，我感觉炼虚巅峰的瓶颈都松动了，他日水到渠成，便可合体了。说起来，那忘情峰才是主脉，要是能在那儿双修一番，那效果肯定更加好。你又说什么疯话呢？二位师侄，想必这种事情你们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吧？小师叔这是何意？我们忘情峰穷啊，找你们要点好处封口，不过分吧？师叔想要什么？说说看。既然二位师侄这么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想要你们俩帮我寻找忘情峰丢失的传承。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事儿不难办。说吧，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？这就完了？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小师叔，你还我道心啊！天意老人乃是渡劫境大能，若是能将他成功招来，必更会为我太上圣地如虎添翼。只是每次我展露出招揽之意，他总是笑而不语，特此前来请师叔商议一番。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当做普通贵客即可，我自有安排。小师叔究竟有什么底？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他了。行了，没有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师叔请便。我觉得紫色不适合你，或许粉色更合适。嘿，登徒子。此次万宗会，输赢不重要，我要你们记住一点：只要遇见忘情峰弟子，杀无赦。是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渡恶圣地次次垫底吗？
因为泰山与瑶池已经联手了。没错，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输了，因为这背后关系到伏龙庭的先后手，关系到我们渡厄圣地未来3000年的契约。魏楚二国得其一者，便可占尽先机。所以，我不要你们尽力而为，我要你们拼上性命去争。我们渡厄输不起了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小师说话好像有些失落。师叔，千秋他们入门尚短，此次主要是结丹弟子的主场，不必太在意名次。是啊，小师叔，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们，不是谁都像你那么妖孽的。你们是怎么看出我失落的？哼，难受啊！等你的宝贝徒弟们全部死在场上，你会更难受。各位，单看着多没意思，不如我们赌一把，就赌这一轮晋级的弟子。哦，怎么个赌法？规则嘛，很简单，实力强的赔率低，实力弱的赔率高，压得多，赢的就多。诸位，请吧。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好人呐，这是知道我望清风开销大，专程来送钱了。5个弟子，1人100万灵石。哇，好，谷梁凤主好魄力。望清风5位弟子共计500万极品灵石。5个助祭和人家前10奖励才一件天阶法器，真是太小气了。确实，还不够塞牙缝的。奖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师傅的那个承诺。师傅的承诺只能是我的。拜见师尊。万宗会在即，你们都给我拿出真本事来，为师给你们加点彩头。要是谁能进到前5，我就无条件答应你们一个要求。小红，你等我，一定带你走。师傅，你格局小了，我要的是师娘的位置。师傅，你可是要把你变成我的人。这里有4张空牌，抽中得可直接晋级。气宇也是修行者实力的一种。抽签开始。金大收3号，孙普17号，空牌。望清风千秋直接晋级，又是空牌。望清风宋仙儿直接晋级。还是空牌。望清风墨尘直接晋级。1枚3空牌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小师叔的弟子们，气运都如此逆天吗？赵道友，承让了。望清风东方恒1号。第1轮望清风东方恒对战玉灵宗金大收。好，筑基20人对战金丹。我师弟，你入门比较晚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尽力即可。师姐说的对，保命要紧。对于这种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对手，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输了师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好。道友，待会儿我再让你3招，让你在擂台上表现表现，不至于让你白上来一趟。多谢道友，还望多多留手。比赛开始。师尊看着，不能望清风的手。建议，筑基境的建议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决。
以东方恒这一身修为，若是对战初入结丹的弟子，说不定还真有机会能赢。要是同为结丹8层，金大手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可惜啊，他只有筑基。3招已过，给我受死！我输了。你上来就打我，你现在……第2轮比赛开始。哼，4个筑基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一直靠运气。哼，4个土地，1人500万。古风主，你还要压呀？怎么，赵道友输不起吗？忘情峰4徒，1人100万。难道他们4个还能连续抽中不成？这可说不好。我粗通旺气之法，我见这4人鸿运当头，定不是凡俗之辈。空！幸好我机智，把倍率调成了2倍。要是依旧是上把那个赔率，这输的裤衩子都不剩喽。赵道友，承让。该。懂事儿。今日又轮空。走，带你们 happy 去。第3场，墨尘对。师弟，我给你报仇。多谢师兄。我记得是你上去把金大手揍了一顿吧？怎么搞得跟你们才是受害者似的？比赛开始。好，待会儿我要将在东方恒身上受到的屈辱，在你身上找回来。等等，之前你让我师弟3招，为了公平，我也让你3招。你居然不按套路出牌！我靠，这也信你？就是现在！此处伤口距离心脏不过1寸，要是再偏一些，可能就地狱当场了。望清风，墨尘获胜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就仗着法宝的加持罢了。可不是嘛！我要这些宝贝啊，我也能行。得了吧，给你灵宝你也催动不了，别酸了啊！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墨尘师叔自创凡人法，以5脏代替灵根，修为比同阶雄厚数倍，再加上秘法加持，才能勉强催动灵宝。这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。哼。孺子不可教也。对付一个区金丹蛟虫，打得如此狼狈啊！若是生死之战，岂不是死千百回了？提升空间还有很大，不可教也，不可教也。好家伙，这是在变相的夸自己教的好啊！呀，可算的，可恶，又被他撞到。看来忘情峰的崛起。下一轮，宋仙儿对战孙普。望清风的好运看来是真的到头了。此话怎讲？那个孙普一路横扫晋级，手段层出不穷，绝对是龙尘师兄级别的对手。另一组金耀之估计也够呛，他的对手朱赤乃是结丹9重，据说之前还打赢过结丹巅峰的弟子。毕竟只是筑基，修为差的太多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望清风的弟子什么时候能用常理来判断了？可这次不一样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境界碾压啊！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师妹，请了。
这竟是步罡城阵，几步之间自成一阵，借助地脉之力为启用。他的阵法造诣，老夫才是近年侥幸领悟。他这领悟非凡呐！炼体、阵法，这个古良渊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我输了。君傲之对战朱赤啊！比赛开始。等等，看来3件法器确实有点多了。吴长老，此人用自爆法器之胜，胜之不武啊！怎么，你这是在故意跟我作对？我是为了大比的公平着想。师弟，不是我说你了啊，靠外力是不可取的，自己的实力才是根本。我得下去拦着点，别让这无法无天的徒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古良道友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帝天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请道友留下来喝杯茶。下面小辈们的事，咱们做长辈的还是不要插手的好，免得落人口实。你说是不是啊？青梅，帝天圣主盛情难却，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聊聊。好。帝天圣主，那咱们就好好聊聊。师父说，凡与我为敌者，必杀之。好胆！下方的事，自有裁判长老主持公道。我们还是不要参与的好。古良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是尊重你的意见啊！你不是说要尊重裁判长老的公平吗？还站着干嘛呀？坐呀！既然帝天道友不喝，那我们喝了。哎呀，真是好茶呀！可惜呀，帝天道友不爱喝，不然喝下这一杯，说不定喝起有望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不爱喝，你说喝茶也没说喝悟道茶呀。君傲之被李毅以势压人，暴起出手，虽事出有因，但毕竟违背了和平比赛的初衷。本长老宣布取消君傲之比赛资格。我不同意。李毅出于维护大比的公平出言相劝，庶子为了点口舌之争，竟然残杀同道，理应就地斩杀。老道，你可认得此物？此乃我君家神都符。只要我成功捏碎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整个太一圣地都要陪葬。你是中州君家嫡子。师父，列图完列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我们望清风最为公正，就因裁判长老所为，取消他的比赛资格。师父，我有一个金灿灿的宝贝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师父再见。本届万宗会，龙尘第一，萧云天第二，宋仙儿第三，千秋第四，月婉第五。没想到这前五之中，太上圣地竟独占3席，太一圣地竟然直接被踢出了前五之列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成果我太一圣地要了，其他的你们抢了吧，告辞。太一竟然放弃了强国，
只能选择一个中等国度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成国帝天在搞什么鬼？七妹，选择晋国。我太上圣地选晋国。晋国是千秋的故国，复国称帝，建为运朝。古墨王朝，你们欠太上的，该还。察觉到宿主动念，系统任务已发放。任务名称：女帝登基。任务内容：扶持千秋登上帝位。任务奖励：运朝的建造方法、地精。宿主是否接受？系统，什么是运朝的建造方法？凡人王朝之上，可见运朝，就是揽一国气运所建的修仙者王朝。修仙者王朝？对，入运朝为官者，受气运庇佑，道途亨通。运朝之主受气运反哺，修为扶摇直上。扶摇直上。运朝共6境，前2境不难达到。中州3大王朝都在王朝之列。若统御一州，可为皇朝；若一统此界，变成帝朝。再往上是仙庭。原来这才是修仙。千秋，这次大会你获得了前5，之前承诺答应你的要求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师尊，有个功法我一直研究不明白，还望师尊指点。什么功法？从进门到现在，分别用了美人计、以敌示弱、虚张声势3计，合着我教你的东西全用到我身上了是吧？师傅，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好。我的好徒儿，为师就好好教你。这第1招名为……师傅。徒儿送仙儿求见。师傅，徒儿也进了前5，不知师傅的承诺是否还算数？自然算数。你想要什么？师傅，徒儿不要法宝，不要功法，只要师傅陪着徒儿去凡间游玩10日，就像寻常妇女那样，可好？一个躬身，一个躬心，都是我的好徒弟们啊！好，师傅都答应你们。谢谢师傅。没想到万宗会给望清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望，各大势力都带着自家的纨绔子弟前来求医呀。轻点，我告诉你，见了望清风，给老子放老实点。要是把你这些臭毛病都给改了，就是把咱们张家半个家底给你师父都值了。什么狗屁望清风，知道本身也是谁吗？闭嘴！你还敢不敬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都给我站直了，一个个跟没骨头一样。这里是望清风，不是你们的温柔乡。转什么转？你不也是个败家子吗？谁再敢偷懒，或者在背后说3道4，就别怪我手中的以德服人了。苦凉封主当真是神人呐！我那不成器的儿子，在家时连我都敢顶撞，不过在这仅仅1个月，竟脱胎换骨了。哎呀，孺子可教罢了。师傅，器官那边已经安排妥当，只待您一声令下。伏龙亭见运朝，古墨王朝，咱们的账也该算算。参见师傅。夏师叔，如今你威名已传遍5州，望清风大幸，太上圣地也因你而重现万年前的辉煌。小青梅，这才刚刚开始罢了。